一者扬帆志在其，海峡横开显威仪；金星商旅迷雾所，太平洋上影无疑。大家好，在下奇闻居士。在18世纪末，当澳大利亚的海岸线还是一片模糊的轮廓时，他和一位挚友驾驶着一艘名为汤姆拇指的小船，开始了他们的冒险旅程。他们并非来自显赫的家族，也没有官方的支持，他们有的仅仅是对未知世界的渴望和不畏艰险的勇气。他们穿梭于大大小小的海湾，绘制着前人未曾描绘的地图，与原住民部落相遇，在风暴中挣扎求生。而就在他即将完成所有的探险，准备迎接新的生活时，却突然消失在茫茫大海中。他就是巴斯海峡的发现者乔治·巴斯。有人说他被海浪吞噬，葬身鱼腹；也有人说他被西班牙人俘虏，在遥远的银矿中度过了余生。他的失踪就像一个无法解开的谜题，吸引着无数人试图揭开其中的秘密。在英格兰林肯郡一个名叫阿斯沃比的小村庄，1771年1月30日，乔治·巴斯诞生了。他的父亲是一位佃农，母亲则是一位当地有名的美人，名叫莎拉·纽曼。童年时，乔治的父亲过早离世，这使得他和母亲搬到了海港城市波士顿，与亲戚一同生活。在那片海风吹拂的土地上，年幼的乔治开始接触到关于海洋和船只的故事。他阅读着库克船长的航海日志，梦想着远方的冒险，心中对大海的渴望日益增长。然而，母亲却希望他成为一名医生。于是，乔治进入波士顿文法学校学习，之后又在波士顿的医院接受了医学训练。但他对海洋的热爱从未减退。18岁时，他获得了外科医生资格，并于1794年加入了英国皇家海军，成为一名海军外科医生。1795年，乔治踏上了前往新南威尔士的旅程，他搭乘的正是皇家海军的伊赖号，同行的还有马修·弗林德斯，一位年轻而富有航海热情的见习军官；约翰·亨特，即将上任的新南威尔士总督，以及一位名叫贝内隆的原住民。在伊赖号的航程中，乔治与弗林德斯结下了深厚的友谊，他们有着共同的梦想，探索未知的世界。乔治还随船带了一艘小船，他亲切地称之为汤姆拇指号。这艘小船只有8英尺长，5英尺宽，是乔治为了未来的探险而准备的。他或许没有想到，正是这艘小船开启了他探险人生的序章。1795年9月7日，伊赖号抵达了悉尼港，乔治·巴斯迫不及待地开始了探索。他和弗林德斯、助手威廉·马丁一起，驾驶着他带来的小船汤姆拇指号，驶向了植物湾和乔治河。他们沿河而上，探索了殖民者从未涉足的区域，绘制了详细地图，记录了沿途的地理信息。他们的报告让殖民者对该地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，并直接促成了班克斯镇的建立。1796年3月，他们再次扬帆起航，目标是植物湾以南的河流。他们乘坐新造的汤姆拇指2号出发，但强烈的风暴将他们吹离航线，他们被迫在伊拉瓦拉湖附近靠岸，并探索了哈克港。同年，乔治还在普罗斯佩克特山附近发现了优良农田和失散的牛群，甚至还尝试穿越蓝山，尽管未能成功。1797年，乔治独自率领6名船员，乘坐一艘敞篷捕鲸船，展开了更加大胆的探险。他向南航行至豪角，也就是澳大利亚东南端的尽头，之后转向西，沿着现在的维多利亚州吉普斯兰地区的海岸线航行，到达了西港，几乎到达了今天墨尔本的位置。他对威尔逊岬的潮汐和西南涌浪进行了细致的观察，更加确信塔斯马尼亚岛和澳大利亚大陆之间存在海峡。此外，他还发现了基亚马地区，并详细记录了这里的植物多样性和神奇的天然喷水孔，以及周围的火山地质情况。乔治的这些航海记录和地理发现，
为绘制澳大利亚地图提供了重要的依据。乔治坚信塔斯马尼亚岛与澳大利亚大陆之间存在一条海峡。1798年，他与弗林德斯再次合作，驾驶诺福克号环绕塔斯马尼亚岛航行，证实了这条海峡的存在，并将其命名为巴斯海峡。这不仅证明了塔斯马尼亚岛是一个独立的岛屿，还开辟了一条连接新南威尔士和塔斯马尼亚岛的便捷航线。回到悉尼后，弗林德斯建议总督约翰·亨特，为了纪念乔治的贡献，将这条海峡命名为巴斯海峡。与此同时，乔治还以博物学家的身份收集植物标本，并寄给约瑟夫·班克斯爵士，并因其贡献被授予林奈学会荣誉会员，还首次描述了有袋动物袋熊。1799年，乔治从海军退役，开始投身商业贸易。1800年，他与伊丽莎白·沃特豪斯结婚，婚后不久便再次启程前往澳大利亚。他与朋友们投资购买了金星号，并满载货物前往悉尼。然而，他抵达后发现市场商品过剩，无法出售货物。为求生计，他与总督达成协议，从塔希提岛运回咸猪肉，并在往返航行中利用新西兰的沉船铁器进行贸易。此后，他又获得了在新西兰水域的捕鱼权，开始为返回英国做准备。1803年初，乔治·巴斯开始了他人生的最后一次航行。金星号于2月5日从悉尼出发，目标是塔希提岛，并可能前往智利海岸采购物资。然而，乔治和他的船员们连同金星号一起，在茫茫太平洋上消失，留下了至今未解的谜团。关于乔治的失踪，有多种猜测，其中一种说法是他被西班牙人在智利抓获，并被送往银矿做苦工。当时，西班牙限制外国船只进入其殖民地贸易，但殖民地对物资需求巨大，走私贸易盛行。乔治或许计划将他在悉尼滞销的货物走私到智利，以获取暴利，而他从总督那里获得的证明可能只是掩人耳目的幌子。有历史学家认为，乔治的真实意图是从事走私贸易。他在写给姐夫亨利·沃特豪斯的信中暗示了这一点，并对南美一词讳莫如深。总督金也了解当时有许多船只从事与西海岸的非法贸易，且风险极高。乔治冒险精神和对财富的渴望驱使他踏上这条不归路。此外，也有传言说乔治可能在南美洲与土著居民进行枪支交易时被杀害，但这些都缺乏确凿证据。乔治的最终命运仍然是一个谜。1806年，英国海军部宣布乔治失踪，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在等待21年后去世，至死也没有放弃寻找他。